这里没有车马喧嚣，只有清脆的虫鸣与鸟啼。村口留存着古朴的夯土老屋，屋门上的彩绘依旧灵巧精致。往山谷深处走，还能看见一垄垄整齐的茶园，看着十分舒心。山谷里这座村子如今就只住着一位年过60的老人。我们初次遇见他时，他正在田间劳作。这位爷爷十分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。后来他向我们缓缓道来这里的往事。早年村里住着80多口人，可如今就只剩下他一人留守。而且每到夜里，山里的野兽还经常会下山偷吃瓜果蔬菜。这位爷爷长得绘声绘色，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，这里在20年前就通了水泥路，而且后半段路竟然还是挖掘机修出来的。不禁感叹昔日热闹满意，如今却冷清寂寥。岁月匆匆，人事变迁，就如同昙花一现。我们走到这里，看到我身后这里有几栋泥土房，看上去还古色古香。我们走进去看看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山谷的入口处了，看到这里有几栋泥土房，看样子是没有人居住了。这种是纯粹的泥土房。这里还养了鸡。对，周边还有养了家禽。这边有一个平房，看样子是有人居住啊。哇，这栋泥土房也是做了一些装饰了，粉刷了一下，比较古色古香，对吧？秀具台琼。对，看来也是一户耕读传家的一户人家了。那这样子的门上的一个设计非常的独特。我们平常看到那些普通的绘画，阿龙戏珠，它的那个珠子啊，都只是普通的绘画，是不是？但是这户人家他的绘画他们不一样，他那个珠子他放了一片小金子在那里，每当有阳光照到那个小金子上面，就会有反光。这个小金子就会发出闪闪发光的光芒，这样子那个珠子就更加形象。还有下面那个凤凰也是一样，也有一个小珠子，也装了镜子。这样看上去应该是有人住啊。你好，里面有人吗？请问有人在家吗？这户人家看样子是有人住啊，但是主人不在家。振兴中华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，这户人家真的是在这边看样子还算是一户大户人家呀。房子建得还可以哦。它这个门框的设计啊，非常的有特色。这边都是山泉水呀，但是主人不在家。你看，这栋砖房是后期修建的，这个房子少说也有40-50年了吧，做过修缮。好吧，我们现在继续往山里走，看看山里面的人家。这里好多小鸡仔嘞。是啊，母鸡带的小鸡呀。农村里养鸡就是这样的，完全是放养式。你好，叔叔，我们是到这里来玩的，看到这里呀，有一栋这样古色古香的房子，这房子是你的吗？这房子我们里面是住了好几年在这里。你们住了好几年啊？这栋房子是你们家的主宅吗？这是我家个叔叔的，不是我家的。叔叔的呀，他们不住在这里了。然后你在这里住了几年啊？
这种房子还挺好的嘞。我看上去屋子是吧？是的，看样子是泥土房。这种土房子住的好舒服啊。这像夏天的话都不用吹空调了。还是比较凉快一点。啊，现在就你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吗？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现在都没我去在这里的。都没住这里啊。我去到那个对面去了。哦，我刚刚在门口看了一下，好像有人住啊。以前去过，我都去年才有帮我改是7年了。啊。4年。搬出来了。 4年搬过去了。哦，搬到马路边上去啊。那就是那个房子。哦。对面那个房子。哦。其实这个地方挺安静的，挺好的。很安静的，很安静的。这个房子都没有客人。这新修的房屋啊？这对房子都没有客人。都没住人呐。哎呀，房子修得这么好啊！我看走进来的路也还挺好的，人都搬走出去了。也在这里去不下，都去到城里去了。哦，都到城里去了。哎呀，这条路都是走进来都是水泥路啊。哎，路修好了，房子也修好了。后人他也不去到这来，一般还有现在也不能去到这个地方来。哎呀，这个房子修得这么好，那逢年过节啦会回来吗？也不回来啊，也不回来。没有人住在这就不得回来。哦。就是有个老人子住在这就不回来。哦，是吧？老人家都不住这边。那现在都会有宽房子。是，现在真的是农村里呀，尤其是那种路很烂的村落里面，基本上是人去楼空，没有人居住了。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？这房子也好多年了，这是83年建的。那也还保存的比较好哎。都到外面去发展了。现在土房子反正没得人，都是没有搞掉过的，又没人管这个塌掉去。是的，是的，都是这样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到里面去看看，走一走。好，谢谢啊，打扰啊。走遍湖湘大地，领略风土人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今天我们驱车前往湖南大山里探访古村落的途中，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很多房屋，但是基本上已经人去楼空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山谷的入口处，今天我们要去山谷里探访这里的古村落，不知道里面情况如何。但是我们刚刚在这个山谷的入口处啊，也看到了很多泥土房，都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，很古朴。这里啊，我们也看到了有比较新的电线杆，一直往山谷深处延伸。看看我们今天碰运气，能不能在这个山谷的古村落里遇到这里的当地村民，了解一下这个古村落的一些历史情况。那我们出发吧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现在呢，我们沿着这个电线杆啊，往山谷里面探寻，是不是茶叶呀？种植的。有点像。哦，是的，这应该是茶叶。你看，这条路进去还是1车宽，竟然还铺着水泥路面。种的还蛮规整的嘞。是的，啊，现在室外温度接近37、8度啊。哎，这里有一个岔路啊。现在我们就只能够根据电线杆的走向来区分我们要走的道路了。刚刚用手机搜索了一下，这里种植的是一大片的茶叶，所以说在这种大山里面要想种出水稻来呀，还是比较困难。因为山谷里面毕竟不像平原地带，它是要有充足的阳光、水源，
还有合适的温度，才能够有利于水稻的生长。大山里面的温差太大了。我们刚刚从山谷的入口处一直走到这里面来啊，没有看到其他的农作物，全部是一排排整齐的茶叶。这些都是茶叶一开始的样子，后面还经过层层加工，才能制作成我们平时喝的茶叶。是的，要经过很多复杂的工序啊，要采摘，然后筛检，然后再烘干，才能够出售。哇，你看这里一大片也是的，这里还有一口池塘，像是人工挖的。你看这里养了鱼哎，哇，有好多。这好像是它的那个什么鱼啊？躯干是黄黄的，哇，这些鱼是鳊鱼吗？都不认识，应该不是鳊鱼，应该是鲤鱼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鱼，草鱼也有。这里就是泥巴路了。看看这个古村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里面。这条路只有1车宽。我看到人了。哦，是吧？哎，有看到这里的村民在地里劳作是吧？这里也有一口人工挖的池塘啊。哇，这口池塘还大一些。哇，这里养的这么多鱼啊！你好，我们来这边玩呢。是啊，你在干嘛呀？我们走到这个山里面来看看山里面的风景啊！哎呀，哎，你在干嘛呀？锄地啊！啊，现在这里面就只有你一户人家住在这里吗？啊，对。哎呀，我看到刚刚这里有几口池塘啊，是你的吗？啊，是我的吗？哦，这里面养了这么多鱼，都是些什么鱼呀？就是一些草鱼啊。哦，草鱼啊，我刚刚猜到有些草鱼。啊，你这里面准备开垦菜地啊？哎，我种了那个鱼草啊。鱼腥草吗？喂鱼的草啊。哦，喂鱼的草哦。哦，你这些草鱼基本上是要用那个人工自己种的一些草喂进去，主要是草鱼。对。哦，这个村落我刚刚走进来的话，这条路也还可以啊，基本上是水泥路啊。你是开车进来的吗？我没有开车进来。车子放在前面是吧？对，那个村口那里，放在那个山谷的那个入口处那里。我看到你们家那个房子还是砖房呢。啊，对。你这个房子，建十多年吧。你这个房子修了10多年啊？对。哦，这条路呢？水泥路有修了多久啊？水泥路啊？嗯，水泥路修了10多年了也。也有10多年。对。你这个山谷里面一直就只有你们一户人家住这里吗？啊，对，这个住就是我一户人家住在这里。以前几十年前都只有一户人家。几十年前那有好多户人家。哦，有好多户哦。哎，我看到这个一路走进来有那么多茶叶啊，是你种的吗？茶叶不是我，另外一户人家种的。是村口的那个山谷外面的人种的。以前还种田吗？以前种田的，这都是田了的。哦，这里面水源充足不？水源种田的水还是有啊。哦，种田的水还是有。对。然后再种一些红薯、花生之类的。对，都可以。现在都翻掉了。你这些以前这些村民都
多久搬离这里了？啊，搬得早的都早就出去了。几十年了。像我都是搬出去30多年了。哦，我偶尔进来住一住，就老家。你这个房子还是修的还挺好的，像逢年过节呀，孩子们都可以回来。啊，以前是我爸妈，他住在这个山村里面，他哪里都不想住。哦。然后就没办法，我就自己建几间房子。哦。对，让他住，他们就住了10多年就走了。哦。是吧？然后这个房子还到目前来讲10多年都还挺好的嘞。对，今年是15年了吧？然后还贴了瓷砖呐。对。我看这个电线杆也是最近1、2年更换的吗？啊，就是去年换的。哦，去年换的。对。哎呀，一户人家这个电，国家搞的。是吧？我说你现在就只有一户人家，这个电线杆还给你更换的。要求你哪怕是一户人家，对，哪怕是几公里，他要帮你把电送到。是的，就是国家电网还是很给力了。那给力。嗯。那要是我自己要把它架进来，那我架不起来。那肯定不。随便搞一下就是几多万。对。10来万，没有就搞得起啊。你说有没有可能你那些邻居有可能以后会回来吗？那怎么说呢？80%他们不会回来了。我现在想住在这里，其他的他们都不会回来。像我们下一代，你要他住进来，他不会住进来。偶尔来这边玩一玩可以。那个祖坟都在这个里面。哦，清明扫墓的时候来一下。其他的都一般不会过来。是吧？你年纪应该也不大吧？你贵姓啊？我年纪大了嘞。60岁吧。我60多了。60多，你年纪不大。您贵姓啊？我姓殷呢。姓殷呐。哦。60多岁，那我要喊你叔叔了。哎呀，这2口池塘都是你的。这3口一路上那。哦，那里对，那里还有一口池塘。你养这么多鱼，应该是拿出去卖的吧？吃不完就卖啊。吃不完，那肯定吃不完呐，这么多草鱼。我家里好多人吃。哦，家里亲戚朋友。我妹妹。我儿子他们，我女儿他们，我那好多人吃。是吧？你这里出去也还是方便哦。那还是方便。因为这条路我走进来还可以，只有这一节是稍微一点泥巴路啊，真的好热呀！你这么热，顶着这么太阳，在这个田里，我们习惯了，没事。出汗，对，还可能还舒服一些。哎呦，你没带水吗？带个毛巾。水呀？那都不行，我就在那里玩。带个毛巾擦一擦汗好一些。没事。到处都是山泉水哦，你这边基本上家里用的应该也是山泉水。山泉水。哎呀，水随便喝。随便喝呀，还可以喝吗？可以。哎呦。我们喝了。这里的水源几十年了，几代人了。你们这边一直用的都是山泉水啊？对。不过呢，但是这个水，你要是搞个好大的水塔，这个过一下内还是好一点。过一下是吧？过滤一下要好一些。里面有一些那个泥土沙了。有。把它浸下来。哦。还有一点点。是吧？喝了没事，不影响一点。不影响。比外面的自来水还是要更健康哦。是的。你就是带着你儿子来。我们是来这边玩一玩，看看风景啊，拍视频啊。我上面。好多几栋房子，三栋房子，大房子、土房子都废掉了，全部垮塌了，没什么看头。对。所以说你的房子，这个房子修在这里面，应该是一直可以住。这个上面一栋房子好大的，好大的房子。也是以前。他也搬出去了，也搬到那个停车那个位置上面一点。哦。我们这个村有好多长寿老人呢，也有。是吧？就是80岁以上的都有100多人。哦哟，这里呀，是吧？你像我60多岁，你说年纪大也不大。对。我搞到80岁，搞了10多年还。是的了，再加上。有一个96了，他自己种菜，自己搞七七八八。那你一个人在这里就搞点主要是喂点鱼，还养一些鸡啥的不？养鸡养鸡，养鸭子。鸭子没养。哎，你这里有池塘，应该是可以养鸭子啊。对啊。那你在这里再种一点小菜哟，自己吃的。有啊，我自己上面都种了菜呀。哦呀。种了点菜，没事做。你儿女们他们会经常回来不？他们一般不会回来。
上去喝个茶。好，你休息一下喽。可以啊。好，走了，我去看一下你们家的房子。你上去我就来。好的。哎呀，休息一下，累到了就休息一下。它这里3口池塘，养的好多鱼。哇，还有2口大的池塘，看到没有？2口小的池塘，3、4口池塘。以前这里还是生活的一些人呢，到这个位置又打了一些水泥路面。我们先看看这位叔叔他们家周边的环境。哎呀，门口收拾的这么干净，开车进来完全是没有问题。你这里还不止4口池塘啊，应该是有5口池塘。啊，这里面放了一些草，这里还有一条路进去。刚刚这位殷叔叔说，里面房屋完全坍塌了。养鱼就是不费什么太多的精力哦。这是你种的菜地，好多小鱼苗。这难道是草鱼的鱼苗吗？自己还搞了一个耕田的吧？耕田的，对。机器耕地机，你这个看上去像是韭菜耶。是韭菜。哎，真的。哎呦，你这韭菜吃不掉，还给鱼吃的咯。我这里看到好多小的鱼苗，是吧？小鱼那这个小鱼没什么用。哦，这没什么用哦。你一般是放鱼苗进去要养多长时间呢？才能够变成1、2斤？没有一定，你要是草鱼吧，你去看放多大的，放大的1年就差不多了。哦，这里面还有一些田螺，这是你自己种的西瓜。对，种的西瓜。虽然看上去没有买的那么红，但是好吃一些。吃起来味道不同哎。我就是因为我女儿她喜欢吃这个西瓜，她太熟的西瓜她不喜欢吃。哎，我也是，我不喜欢吃太熟的，我宁愿新鲜一点、有水分一些的。对，我就喜欢吃这种。你几个孩子哦？1儿1女。2个，1儿1女，对。哦，那很不错呀。这俩有啊。没事，丢地下可以。莫丢地上会惹苍蝇，丢到外面去吧。没事。你在外面这个鱼里面，这西瓜皮可以丢到池塘里面吗？你西瓜皮放在这里，放这里来。不，我放那个盆里面啊。洗碗池里面。哦，好，但你要切碎。对。是的。它鱼吃不了。让你去吃，再继续吃。自己种的，讲实在话，绝对安全。那肯定啊，住在这里面真的是凉快。你说要是在城市里面啊，真的你估计也住不习惯。阿姨嘞，她是不是在那个带？在帮我带孙女。带孙女啊？你们以前这个村落住了有多少人呢？有50、60口人，还是100多人？我们以前这个里面住的没有这么多人，只有12户人家。12户人家。12户人家分成2条村，那边还有人，你刚才进来的时候，那不是有个岔路，是的，有几个岔路。就是从那边进去住了几户人家，我们整个这一个组，只有12户人家。总共只有12户，那也有。山区里面比较分散嘛。那家户户至少有4、5口人、5、6口人哦。那多的不止7、8口人，再加上你的父母。对。那有哦。80多人。80多人。最多的时候。那个时候你们小孩子读书出去的话，我们那时候都是走路啊。走路出去，以前这条路有这么宽吗？那没有。那怎么开拓？就这么宽。只有这么宽的路啊？对。那什么时候挖开的了？是你们？应该是在80几年。80几年，
是你们人工用锄头挖开的？不是。那个时候有挖机啊？有。首先搞这个路基的时候，我们事业人员搞到这里为止，就是现在我这个地方为止。哦。搞不动了，搞不到后面就请了一台挖机。哦，是吧？一直上进去了。哎呀，搞开的。我们小时候的时候，那我们读书走路要走到我们就走镇上去读书，我们到那里13公里路。10几公里啊，走路啊。20多里路。那你小时候那个时候就更辛苦了。经常走啊。经常走。每个礼拜走一次。你看起来很年轻哦，我最开始搁远处看，我都不敢喊你。我都敢喊你叔叔，我很年轻，我怕把你喊老了，万一只有50来岁，那不是喊老了。哇，你一个人在这边把家里打理得干干净净的，有些人就不会讲究那么多了。这个卫生还是要讲究一下。是的。我还是没经常搞，因为面积太大了，我也搞不成这么多。地上还是搞干净。其他地方收拾一下，但是你说到处要抹灰呀、干干净净，那肯定也做不到。是的。平时做饭都是用柴火喽。用柴火。是，所以你说住在那个农村啊，水不要钱，燃气也不要。燃气也不要。对，你这烧不完的柴火。这个柴是别个拿给我的。也是那个茶园里面。茶园里面自己种的喽。像他们这种茶叶要拿出去，他是专门采过来直接卖呢，还是要自己加工好再卖呀？自己加工好。哦呦，那就搞了个加工厂哦。他是大老板的，整个这一片应该有多少亩啊？我刚刚走进来。他这边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放这里量一下。现在做这个茶叶也难做了，也难做了，没什么前兆，竞争也大。对，你像我这里，你看的进的这一片茶叶，它上面还有，那边还有，它有20亩吧，30-40亩吧，30-40亩哦。对，30-40亩的话，他没挣到钱。你看采茶叶是不是还要请别人来采？肯定请别人啊。你看，采茶叶的时候要一个班子到外面去请，我里面没有这么多人采。我这个水库这个边上有几户人家，没几个人。他这个茶叶要卖的话，要卖多少钱1斤呢？一般卖采干搞干的话，价格也很多。一般的绿茶是100块钱100。哦。就是30块钱一包，40块钱一包的。哦，只有几百克的。你像他这个茶是什么茶？是绿茶还是？这个茶是绿茶。绿茶。绿茶。就我刚刚看了这种的嘞。种的那一大片呢是什么茶呀？就是绿茶，就是绿茶哦，都是绿茶，统称都是绿茶。绿茶。但是它首先采摘的时候，就摘那个很嫩的。嫩的那一茶。一个叶。就摘一片叶。一片叶子。一片叶那个茶要买。精髓了。一般就是买1600嘛，1200、1300都不等。哦。1000多块钱一斤，反正这一片这个是500-600元卖，他就是请到那个茶赚你钱。你像绿茶100块钱一斤，根本没钱赚，还要亏。还要亏钱。那还要亏钱。以前周边这边经常会有野兽出没吗？做这野兽有。有啊。我现在做的那个西瓜、梨瓜，那个一个晚上吃的你好多。是被那种像獾呐，以前茶是吧？那是那种像刺猬一样的东西吧？是吧？它就会那个大晚上的去偷吃西瓜，把西瓜给挖空的。我们这里叫什么嘞？我们土话叫鲤鱼橘子。鲤鱼橘子有多大呀？哦，那大的要20斤。20斤哦。那个尾巴好长，这么长的尾巴。现在都有吗？有啊。那你的西瓜有没有经常被搞烂了？就是现在搞了好多了。容易种的西瓜、梨瓜。把它包起来，一个个把它袋子包起来。他全部给你搞了，一遍遍全部这么给你搞了。给拆开来了。哎，我气死人了，真的。是的。我宁愿我不搞了，哎，我难得累。主要是你种出来花了一堆的心血呀，被你搞烂了，那就白搞了。到了我能够吃的时候，他也知道熟了，可以去。他也知道了。先下手为强。我跟你讲，但他这个的有些动物，它真的它的灵敏度，人还要高。它没熟，它也不动你的。不动你的。等差不多熟了，它就来这边吃，先吃掉再说。就是这样子。那真的是你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，被偷走了。
我那天第二天去看，哎呀，一个晚上搞了我几十个梨瓜。几十个梨瓜。啊，全部被他搞了。那怎么？而且他全部吃了，就你皮放那里。哇塞，消耗力那么强大呀！多么厉害呀！那不止一个嘞，有几个都是。哦，那肯定很多，一片过来了。哎呦。前年野猪来了一次。我这个上面这一路上都做了那个蔬菜、白菜呀、泡菜呀。是的。一个晚上全部给你搞了，一点都没剩。哇，你这边现在都还有野猪哦？这2年反正很少了。这2年很少了。早2年前年吧，我看到那个野猪都是一冲，到几十个一起。哇塞！又不是1、2个。那你还真的看到了，你还赖不活它呀？那没办法，我们这个茶叶它是讲实在话，都拿去了我们湖南省那个专业检测机构，每年要检测。是不是那个有些里面有没有那个残留的那个农药成分？哦，对，那肯定是要。如果是有的话，你这个茶叶你不能挂这个牌子，你不能销售。哦，那确实是。你自己种的这些菜一般都很少打农药不？没有打农药，不是很少打。没有啊。我的菜根本不打农药。是吧？都是自己吃，然后给小孩吃，给儿女吃。他要么你像来病了、有虫了，要么自己捉一下，要么就让他吃掉。用手抓虫子。对。对，我们老家他爷爷种的菜都不打农药的。啊，这里面真的是好安静哦。对，太安静了。对，没有了。旁边还是有一些鸟语花香啊，那有，是吧？反正这个里面空气还是很好啊。哎，是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回去了。谢谢你的西瓜。拜拜。哎，一个人在这里就多注意一下安全呢。啊，谢谢。没想到在这个山谷里，曾经居然生活了10几户人家，居住了80多口人，但是现如今就只有这一位爷爷独自一人生活在这里了。他在这里挖了很多池塘，养了很多鱼，并且在这里种了很多菜，种了一些瓜，在这里过着自给自足、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。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